你终于追来了，为什么总要逼我出手？恭喜你又刷到一部吓死过人的恐怖片，如果你感觉不够刺激，请直接扇我的脸。它就是27年前由女神朱茵主演的经典恐怖片《生人勿近之问米》。这部电影就像一盘地道的港式小吃，恐怖是主料，但加了喜剧的甜辣酱，又撒上了人性悲剧的椒盐。虽然口味复杂，但是后劲也是相当的足，绝对称得上是童年阴影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咱们的主角阿英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并且还是个心理学研究生，人美心善，见谁都乐呵呵的。追她的人也是排老长的队，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坎，所以到现在一直都单着。不过这姑娘确实不错，周末休息就去乡下照顾孤寡老人，跟一个叫龙婆的灵媒老太太特别亲。哎，用不着每次都这么卖力嘛。你该知道你自己呀，你有哮喘病。这种事怎么有自己控制？鬼魂呢，给我面子上身，我就陪他们玩一玩了。龙婆整天神神叨叨的，说自己能问米通阴阳。阿英可是大学高材生，根本就不信这套，觉得老太太就是靠着唬人混饭吃。直到有天邪门的来了，他正在龙婆家打扫卫生呢，结果一抬头看见对面楼窗户边站了个小男孩，直勾勾盯着他，还招手。阿英也没多想，就立马给对方打招呼。龙婆在旁边立刻紧张起来，那个小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2年前，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在家里被人锁着，活生生的烧死了。那房子啊，到今天呢，还没有人住得安宁。连我也想骗啊。不过呢，我没有打算请你帮我问米哦。阿英听得心里发毛，龙婆也不争，下一句直接让他汗毛倒竖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属鼠的？是啊。你是阴历7月14子时出生的，是不是？阴历我不知道，阳历是8月13。如果我没有算错，这个时辰出生的人特别阴，最容易见到那些四方的朋友。阿英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时龙婆看着对面的楼，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时，2个古惑仔来找龙婆，阿英以为是黑社会找麻烦，立刻警告对方。好在龙婆说他俩只是来问米的，阿英这才放下心来。收拾完，阿英刚下楼，就听到了小孩的嬉笑声在四处回荡。奇怪的是，刚刚找龙婆的那个眼镜男正死死盯着对面的楼。画面一转，就在晚上阿英睡觉时，梦见一个蹲在楼道里哭的小女孩，她赶紧上前询问：小妹妹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你住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被人欺负啊？告诉姐姐啊。你妈妈呢？我不知道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做这个梦了，这几年来他都被这个噩梦困扰，但也毫无办法。这还不是最邪门的，就在学校上心理课时，教授现场做催眠示范，请来个志愿者，是个房产中介。这哥们儿一被催眠，好家伙，直接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满脸恐惧，说出一段亲身经历。1年前他带一对老夫妻去看房，一开门屋里就雾蒙蒙的，结果眨眼功夫空房子就变出了所有的家具。接着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冲出来打电话，你听我说行不行啊？有人想烧死我们全家。什么？快带小袁走啊，快点！然后就是锁门声、汽油味、大火，他讲的身临其境，自己都快吓抽了。而他说的那间房就是蓝天村643，课堂当场炸锅。阿英坐在下面手脚冰凉，龙婆的话在他脑子里嗡嗡响。这边还没缓过神，龙婆电话就打来了。快快救护车来！喂，舅舅，我快要死了啊！我是司徒姑，你马上就来啊！阿英魂都吓飞了，以为老太太哮喘犯了，冲下楼正撞上那个追她的交警阿乐。
阿乐一看他急成这样，一脚油门载着他一路狂飙到龙婆家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门一开，龙婆啥事儿没有，红光满面，阿英差点气晕。你为什么说你要死啊？先进来再说吧。是真的，不过呢是后天早上9点。照他的话说，这就是回光返照，他连自己几点死都算准了。他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英，你这体质就是个招魂幡，不学点保命的法子，迟早要出事。他想把问米的手艺传给阿英，阿英还是根本不信。龙婆也不废话，当场给他露了一手。只见他抓了把米一撒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就在这时，哇，你腿不瘸了，你耍我！我读书不多，你不要骗我。看到这儿，我实在绷不住了，竟然连李小龙都能请上身。谁知下一秒，只见他一哆嗦，再开口，声音变成了细细的小孩哭声。看到这一幕，阿英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。这声音跟她梦里那个小女孩一模一样，埋了5年的秘密和愧疚瞬间崩溃了。原来就在阿英高中时谈过恋爱，分手后才发现怀孕了。她那个年龄肯定害怕，于是偷偷去把孩子拿掉了。那个梦里的女孩其实就是她没机会出生的女儿。这下阿英彻底服了，抓着龙婆非要学，她想再见女儿一面，说声对不起。龙婆叹口气，开始教她。这问米可不是菜市场问价，那是连通阴阳的技术活。龙婆带她神魂出窍，去了个黑白模糊的地儿，还指着2个穿的花里胡哨像街头混混的哥们说，这是小伯乐，他是阿珍，他们是勾魂使者，也是地府的流氓，负责带死了的人来地府的。他们受过我不少好处的，要找谁叫他们帮忙就行了。这就是黑白无常，我老熟人了，平时烧纸就是打点他俩。阿英正一脸懵呢，一眼瞥见女儿的身影跑过去，他拔腿就追。谁知643的母子这时朝他袭来，带我上去。幸亏龙婆是个老江湖，一招大威天龙，一把给他拽了回来，吓出一身白毛汗。龙婆赶紧倒了碗符水让他喝，说这能封住他的气息，以后鬼就找不到他了。可阿英这倔脾气死活不喝，他就想见女儿，啥危险不危险的都不管了。阿英刚走，上次来找龙婆的2男人又来了。原来这个社会人叫龙哥，正是对面烧毁凶宅的男主人。这次他想让龙婆再帮他问米，想见见被烧死的老婆孩子，他想磕头认错。龙婆一听，当场就拒绝了。别以为自己杀气重，你老婆的怨气更重了。冤魂索命是很可怕的。请上来容易，送不走怎么办？到时候大家都得完蛋。龙哥没办法，只好作罢。可他前脚刚出门，恐怖的事就发生了。你终于追来了，为什么总要逼我出手？得，镇场子的高手倒了，那红衣厉鬼估计再没人能压得住了。龙哥那边也憋着一肚子气，想起老婆孩子被烧死的场景，心如刀割。他认定就是死对头肥尸干的，让手下阿伯掘地3尺也得把人找出来。就在他去厕所洗脸时，突然女鬼显然想要了他的命。可就在他即将碰到龙哥时，脖子上的观音吊坠硬生生挡下这一击。龙哥再一抬头，女鬼就消失不见了，脖子上的佛牌倒是在微微发烫。他以为是自个儿想太多，出现幻觉了。可他哪知道，那红衣女鬼意识到近不了他身，决定调转枪口，盯上8字全阴最好上身的阿英了。那天晚上，阿乐送阿英回家，女鬼就悄咪咪地跟在后面。就在阿英正写论文时，忽然觉得后脖梗子发凉，一回头啥也没有。可刚松口气，结果转角遇到鬼，阿英毫无反抗之力。你回去吧，我不认识你啊！你用不着认识我，
只要你借点东西给我就行。我什么都没有啊！命你总有吧？我想借你的命去报仇。救命啊！最后眼前一黑，啥也不知道了。等再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从没来过的房间里，破破烂烂的。他走到窗边一看，魂儿差点吓飞。只见对面楼上龙婆正拼命朝他挥手。再一看门牌，蓝天村643，他居然在凶宅里睡了整整一夜。阿英连滚带爬冲到对面龙婆家，这时的龙婆脸上泛着一层死气，气若游丝。我是不是一副死人的样子？是这样的啦，人快要死的时候，样子也会变得很丑。他告诉阿英，自己这次真要走了，但会用秘法憋住最后一口气，假死骗过鬼差。他塞给阿英一封信，说明天晚上是那女鬼的忌日，你按信里写的做，帮我还阳，我才能救你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再自己问谜了。说完，用尽最后力气把阿英推出门，然后抓起桌上罐子里一只活蛤蟆，一把塞进嘴里，往后一倒，嘎了过去。阿英心里乱成一锅粥，连忙跑去找他最信任的心理课教授雷老师。雷老师是海归博士，坚信科学，一听什么鬼啊神啊，直摇头，说这都是心理疾病。阿英急了，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，他居然把龙婆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，就在办公室当场给雷老师表演问谜。来了，那个女人来了，她来了！不要上我身上，不要！快点，给你女人，找你女人！结果法事刚做完，阿英咕咚一下晕了过去。雷老师赶紧掏手机要叫救护车。就在这时，他闻到一股浓烈的焦糊味，结果一回头，瞬间把他吓傻了。谢谢你。雷老师世界观瞬间崩塌，被女鬼上身的阿英控制着身体，打电话把阿乐叫来，让他开车送自己去龙哥的酒吧。到了地儿，他一屁股坐到龙哥旁边，举止轻浮。阿乐醋意大发，想拉他走，被龙哥小弟直接扔出门。女鬼趁机摸走了龙哥怀里的枪，顶住他太阳穴，声音竟然变成了他老婆。老公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就在要扣扳机那0.1秒，龙哥脖子上的佛牌嗡的一震，女鬼尖叫一声被弹开。阿英暂时夺回身体，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。就在这时，龙哥手下阿伯抓住了肥尸，一顿胖揍逼问，肥尸鼻青脸肿，一个劲的喊冤。幸好阿乐巡逻时撞见几人，把肥尸救了下来。经过对肥尸的盘查，阿乐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原来火灾那天，肥尸刚准备去寻仇时，在楼下竟然遇到了龙哥最得力的兄弟阿伯，并且他一个人神色紧张，肯定不对劲。与此同时，阿英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，他知道女鬼还会来，就让家人用粗绳子把自己捆在椅子上，还交代了后事。女鬼多精啊，还不等众人拿绳子，阿英脸色唰地一变，瞬间掀翻家人，直接冲出门找龙哥索命。忌日当晚，龙哥带着满心悔恨独自来到凶宅643，他一把扯下护身佛牌扔在地上，慢慢走进房间，对着空房子喊：要收拾你找我，千万别伤害那位小姐。怎么流氓无心肠这么好？真的吗？怎么你不当一个像样的丈夫和爸爸呢？龙哥崩溃解释，自己在外打打杀杀，不回家是怕他们母子看到害怕，他拼命挣钱就是想让他们过好日子。可女鬼根本不听，指着地上一个汽油桶就想让他自己了断。你死在我面前，我就相信你。龙哥也是彻底死心了，真就拿起油桶往身上浇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门外他最信任的兄弟阿伯正用枪瞄准着他，想来个一箭双雕。就在龙哥要点火的瞬间，突然阿乐撞门而入，当场揭穿阿伯。原来当年放火的真凶就是阿伯，他跟龙哥老婆早就有一腿，为了上位和灭口，亲手制造了惨案。阿伯狗急跳墙，可还没开枪就被复仇的女鬼盯上了。这个二五仔拔腿就跑，最后还是被女鬼追上，让厚重的铁门哐当夹住，当场领了盒饭。可杀了阿伯，女鬼的怨气却一点没消，反而更疯了。
他附在阿伯尸体上，开始疯狂追杀龙哥、阿乐和虚弱的阿英。三个人在凶宅走廊玩命跑，怎么跑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他们跑得肺都要炸了，身上挂了彩，女鬼却不急不缓地在后面跟着，十分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快感。眼看女鬼的爪子就要掐断阿英脖子，危急时刻，阿英的外公火炮带着龙婆及时赶来。阿英外公火炮按照龙婆信里的指示，成功把假死的龙婆给救活了。女鬼一见龙婆，吓得赶紧把阿英勒得更紧当挡箭牌。但龙婆可不是一般的主，没半点犹豫，一口咬破自己食指，用血在掌心飞快画了个符，嘴里念咒，一掌就朝女鬼拍过去。只听刺啦一声，像烧红的铁烙上冰块，红光爆起，女鬼发出凄厉惨叫，瞬间被打得魂飞魄散。但阿英因此也受到重创，一口气没上来，魂魄离体，飘到阴间去了。在混沌的灵界，阿英终于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女儿，母女抱头痛哭。阿英所有的愧疚、思念此刻都化成眼泪，她只想留下来，永远陪着女儿。这时候，龙婆的魂儿也赶来了，急得直跺脚。哎呀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她有她的世界。我欠她太多了，不能再扔下她。哎呀，你跟她一起死了，你又能给她什么呢？你听我的话吧，你在阳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了结，就算这辈子你不能还给她，来生上天也一定要你补偿的，你听我说吧。可阿英看着女儿渴求的眼神，心都碎了。她紧紧拉着女儿的小手，一步一步朝着那片代表着永恒团聚的光芒走去。电影最后给了个温暖又有点伤感的结局。医院里，阿英苏醒过来，后来她和一直守护她的阿乐结了婚，生了个漂亮女儿，取名叫小静。她抱着婴儿，笑得特别温柔满足。有人可能会琢磨，回来的这个阿英到底是不是她呢？也许是龙婆在下面托了关系走了后门，也许是那份太深的母爱和阳间未了的缘分感动了天地，给了她一次重来的机会。电影留了个开放的结局，生人勿近之问米。这片子吓人是真吓人，那几个鬼出现的镜头，现在看都起鸡皮疙瘩。童年阴影不是白叫的，但他牛就牛在吓完你之后，心里头还会堵得慌，会想很多。他说的其实是人心里头的鬼，其实就是愧疚、执念、放不下的爱和恨。那个红衣女鬼因为私情和怨恨，害人终害己，魂飞魄散。阿英因为爱和愧疚，历经生死，反而得到了救赎和新生。好了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